九五花两极格局松动，谁能趁乱崛起？要说九五花的两极格局啊，还要追溯到22年，肉和鱼分别凭借星汉灿烂和苍兰诀在九五花中站稳脚跟，九五双 top 的格局就此诞生。而这些年，两个人也没少暗自较劲儿，作品上鱼肉对打已经成为每年的固定节目了。两个人的待播里，肉有许我耀眼，鱼有双轨，肉靠奶屁音被嘲出圈。坏蛋，今天炖鱼则用夹子音吸引火力。今朝，你刚才说了还比我大，怎么不让着我？剧外，肉说自己内核不稳，鱼则营销内核稳定。我们的星星子甜美的外表下，有着强大的精神内核。鱼香肉丝还真是有够缠绵。我和你缠缠绵绵，翩翩飞羽。不过最近这种双 top 的两极格局正摇摇欲坠。赵露思之前就因综艺节目《小小的勇气》受到质疑，前不久的解约风波和直播助农事件导致路人缘直线下滑。而虞书欣呢，则是被指言语霸凌同节目组嘉宾，甚至她的富二代人设也被质疑来路不正，可谓是黑料频出。两个人双双迎来事业低谷期，二花落万花生。九五花洗牌进行时，到底谁最有机会趁乱崛起呢？先来看看今年在牌桌上的九位花。熹妃回宫的祖儿今年连播3部剧，2部古偶播的都还不错，而淬火年代则是没有掀起半点水花，这说明祖儿现在还没有扛正剧的能力。虽然之前在《乔家儿女》中有过高光表现，不过她演技也还没到出神入化的地步啦。但在偶像剧里和九五花们 PK 完全够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九五花们集体扎堆难爆的现偶题材，成绩居然都还不错。一直不太起眼的徐若涵在《爱你》当中和张凌赫组起了 CP， 两个人呢倒是莫名的有 CP 感，还贡献出了不少的出圈名场面。在现偶这个舒适区里，他的颜值 bug 也很明显，不少观众吐槽他偷偷藏不住的牙影响观感。之前在演技综艺当中，尔冬升就提过这个问题。那你自己真的留意了啊？一直说你真是那个嘴巴要装个橡皮筋，它怎么把它合起来？你自己看那个片子啊，你不能没一下就老大本啊。他本人呢倒不是很在意，后续有2部古偶待播。靠青春伤痛文学火起来的张若楠，今年靠着难哄，算是正式跻身九五花的队列。出道8年，演技标签仍旧是清纯小白花，戏路和表演模式太过单一，本人也不太有事业心，外加男粉占比高，流量始终上不去，在代言上也逊色于同期小花。他在九五花当中的竞争力不太强。后续作品是搭档杨洋的雨霖铃，今年表现较为亮眼的李兰迪，年初的滤镜和暑期的朝雪露饰演的2个角色一动一静，他拿捏的都很好。他优势有2个，一个是长着一张青衣脸，却能在偶像剧里靠演技圈粉，另一个则是他选剧本的眼光实在毒辣。待播当中比较看好的是和慈莎合作的欢剧，这部剧改编自亦舒的虚。回顾之前的亦舒女郎们，没有一位是混得差的。张婧仪今年播了2部剧，一部是搭档肖战的《藏海传》，她在大男主剧里演出了大女主的风范，是少有的男频剧非挂件女主。后面还播了一部非传统青春剧《幻雨》，属于是口碑还行但热度不高的类型。之后的2部待播，一部是和宋威龙的《野狗骨头》，另一部则是和陈哲远的《梦华亭》，发展势头十分强劲。上面几位在今年的表现都还算得上是可圈可点，而下面几位则是表现不达预期。卢玉晓23年凭借《云之羽》上桌，资源迅速跟上，不过离开郭敬明的妆造和拍摄之后，缺点暴露得很明显。今年播的2部古偶，怎么说呢？同质化程度严重到让我一度以为他们是一部剧。2部剧里他的问题都出现在仪态上，脖子前倾背不直，走起路来过于松弛，完全没有大家闺秀的样子。一拉远景更灾难，同框女演员衬得他像个嬷嬷。不过这些倒是对他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后续待播还有3部之多。去年靠着九重子和综艺里笨蛋美女的人设火起来的孟子义，今年播了2部剧，一部和何宇的《华山论剑之九阴真经》。孟姐在剧里的演技是没问题的，但耐不过对手演员总有表演上的小巧思。而和刘学义的《桃花映江山》是有一点点难看的，但好在是铺的悄无声息。2部剧对孟姐都没啥加持，不过好在孟姐的颜值扛打，后续存货也多，且不乏优质的大 IP， 竞争优势相当大。周也今年就播了一部《锦月如歌》，虽然长相上有贴合女将军的英气特质，但无奈剧情是一坨大便。这部剧开头就是家国天下这样的大场面，把男女主各自复仇基调拉得特别高。但进入军营后呢，男女主量子纠缠的戏份又很多，比如2个人比武，比着比着就抱一起了，打的导演男女主是电磁2极，非得相吸呗。还有剧里女主每次叫嘟嘟，感觉很像撒娇。嘟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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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真是一个好人。
她这2年的发展跟双生花姐妹张婧仪比起来，实在差得太多，资源降级非常明显。后续2部待播搭的男主都还不如她扛剧。小田在这里面算是比较惨的一个，年初在《大奉打更人》当中给王鹤棣当挂件女主。说实话，这部剧是好看的，当时我还给大家安利来着，不过前期黑水太多，导致女主一点红利都没吃到。后面的紫夜归，原本以为小田能凭借这部剧飞升，不过中途杀出个钱嫂子，因为徐凯的事情，有不少观众都跑去吃瓜了。但即使没有这一茬，这部剧也很难爆。一是男主演技差到像是在玩123木头人，二是剧情平淡不够抓人，另一个是小田的男主运实在不太行，从李明德到胡一天，发疯的发疯，被锤的被锤，恋爱的恋爱。不过内娱就缺他这种金刚芭比型的甜妹。他后续3部待播，个人比较看好竹玉，虽然又是女将军，但导演是曾庆杰，他算是新生代导演中比较会拍恋爱戏的了。还有2位虽然今年没在桌上，但综合条件加潜力十足。一个是关晓彤，她是95花里第一位手握主流奖项的小花，演技上没得说，不过选剧本的眼光超级烂。前些年演了不少的剧，出圈的只有《凤求凰》里的丑头套，以及那一段你叉叉的魔性舞蹈。你叉叉，让你关机你不关机。这中间倒是有那么1-2部还不错的，但大都是现实题材的剧。不过近2年他找准了自己的戏路，不再执着于偶像剧，而是选择在现实题材和年代剧里将自己的优势最大化。他后续的几部待播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另一位是王楚然，她是那种只要妆造到位就能单凭美貌出圈的类型。17年《将军在上》当中的表妹柳熙英，20年《清平乐》里的张贵妃，这2个角色就是她的免死金牌。虽然之前在《人间烟火》中被叫白周姐，剧外还被网友吐槽翻白眼，但靠着后面的柳州记还是挽回了口碑。他目前手握5部待播，是95花当中名副其实的待播大户。这几部剧目前最被网友看好的是和张凌赫的这1秒过火，还有一位让人非常纠结，不知道该把他放哪个位置，那就是任敏。出道时凭借《悲伤逆流成河》中的易遥一举成名，之后《清平乐》里的徽柔也贡献过不少高光名场面，巅峰时期能搭档肖战，出演大 IP 玉骨遥、卢玉晓、王楚然都得给他做配，结果呢却是被女配艳压到抬不起头。不过他本人愣是不信邪，后面又搭档假笑王子张晚意出演锦绣安宁，又是一个大写的扑。折腾那么久，人民没有意识到他的长相极具故事感，适合大荧幕或者是强剧情的非偶像剧，但他还是一股脑的往古偶里冲。后续的几部待播里，有1部是和刺杀3搭的良辰美景。如果这部还没有什么起色的话，希望人民能够放过古偶，找到自己的戏路深耕下去，总会有出头之日。上面这些都算是95花 TOP 的有力竞争者，目前呼声最高的几位是宋祖儿、关晓彤、田曦薇、王楚然。当然要竞争95 TOP， 颜值、演技什么的都不是最重要的，关键是要看流量和作品，以及是否为腥风血雨体质。95花洗牌进行时，胡系花们还有机会吗？不同于正处于上升期且资源不错的头部花，有几位95花如今只能忆往昔峥嵘岁月。靠着观众缘在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的杨超越，并没有靠着观众缘在影视剧市场打出一片天。他出道后是得到过资本力捧的，无奈演技跟不上，在剧里五官乱飞，他自己也是知道问题所在，所以后面接的都是贴合自身形象的配角。不过只要戏路和演技调整好了，依然有望重回巅峰。凭借小美好迅速蹿红的沈月，鼎盛时期呢能拿下流星花园这样的大 IP， 不过长相上有局限，很难撑起少女类型以外的角色。他近几年的发展路线也仍然是以现偶为主，偶尔在大剧里做配。不过他性格挺好，所以上综艺要比演电视剧更容易圈粉。作为新女郎出道的林允，起点比大多数95花都要高，不过下凡到小荧幕之后，给观众贡献了不少挤眉瞪眼式的演技名场面。李真言，喂，我不叫喂，我叫方小窝。这之后呢，林允光速 flop， 再见就是《梦华录》里的宋允章。今年他也播了《怎敌他千娇百媚》，不过热度不高，后面待播不少，但女主剧不多。童星出身的张雪迎呢，她红的时候是能跟祖儿、小童他们掰一掰手腕的。不过她糊不是业务能力不行，而是情商低，发文夸比姐，但却非要 Q 假睫毛。关晓彤之前在综艺上用橡皮筋弹了马思纯的嘴，她后面也发文 Q 过弹嘴，还有胡辣汤事件、粉丝工作室互骂事件，让她路人缘直线下降。不过近几年她行事比较低调，今年也签约了一星娱乐，算是重新走上正轨了。爱豆出身的周洁琼刚回国那会儿，不仅和张艺兴在偶恋里一起当导师，还演了几部女主剧，只是没啥水花，所以很快就消失在了观众的视线里。不过去年在小巷人家里表现不错，今年在淮水竹亭、临江仙里露过脸。最近因为在聊斋当中角色被抢一事，又重新掀起了讨论度。还有几位早早找到戏路的强风格小花，其实这几位花严格来讲不算胡花，因为他们压根儿没走流量这条路。有东北
北全智贤之称的孙谦，长相偏成熟挂，之前也走过不少弯路，近2年找对戏路后，接演的剧现实题材居多。戴博里比较期待的是和陈晓的大生意人，毕竟这部剧是他为数不多的古装剧。周依然呢，长相淡雅文艺，是95花当中少有的既能驾驭青春片又能驾驭文艺片的小花。这些年他接演的作品题材横跨青春、悬疑、年代、文艺4大类型，表演兼具亲民感和厚重感，后期在大小荧幕上都能有所成就。24年凭《追风者》当中泼辣的市井女孩出圈的兰西亚，脸部圆润幼态，但又带点倔强感，可以说是非常有辨识度，演技上也比较真实自然，适合出演带有野性生命力的少女角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她凭借《山花烂漫时》拿下了白玉兰女配提名，出演作品不多，但却能在奖项上和前辈们争上一争，未来发展潜力巨大。还有一部分正在采用题海战术刷脸作配的带爆花，张雅琴最早是在《扶摇》当中饰演雅兰珠一角，才被观众所熟识，后面走的路子跟赵露思一样，就是各种网剧女主加大制作女配刷脸，一直刷到《古相思曲》才拥有姓名。今年在《国色芳华》中饰演疯批县主李幼珍，虽然出圈，但却不怎么圈粉，后续依然是以女配为主。业内比较看好的带路娃，近2年靠着《长相思》中的娇蛮王姬阿念和《白月泛星》中的腹黑女二茯苓，才跻身95花带爆行列。尤其是在《白月泛星》当中的晋江式演技，还小小的出圈了一下。错了，是要杀你。后续戴博有一部女主剧，一点浩然正气，但却是部男频剧。不过从女配到女主也算是升咖了。如果后续资源跟上情况下，且能拿出一部代表作，跻身95花头部阵营也不是不可能。爱豆出身的孔雪儿把女配题海战术发挥到了极致，《墨雨阴间》里的双面花魁，《折腰》里的心机表妹，还被观众戏称为邪恶水蜜桃。孔雪儿相当聪明，通过走金牌女配的路线，不断刷脸的同时，也强化了她古装美人的标签。后续戴博仍然坚持走女配包围女主的道路，而且这姐剧外也是为人美心善的，只要刷够存在感，后续不愁没有女主资源。这么看下来，95花确实是人才济济，光胡西花都能盘出上10位，其中不乏还有漏题的，比较有潜力能冲击95花头部的，个人认为是杨超越和带路娃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只要能拿得出作品，人人都是黑马。